救命啊！救命啊！别跑，站住！干什么？杀人了！放下！放下！人！有人砍人！砍人！砍！别动！老实点！没事吧？这怎么回事啊？应该是持刀伤人，其他我不清楚，带回去审吧。队长，怎么样？没事。那一起回警局吧。目击证人也要回去做个笔录，不是？你看，我把规矩都忘了。从发现到制服，一气呵成，干净漂亮，还像个警察的样子。走，走吧。我是在画展的门前看到他们俩在大街上追逐，一个年轻男子拿着刀追着那个老的，然后他们就下了车库。下了车库以后呢，我追上去遇到他们。那年轻男子当时拿着刀，杀意已经非常的确定了。后面呢，我就把他制服了，你过来就看到了。医院说被害人生死不重，已经回去包扎了。哎，这事儿真挺恶劣的，从没见过当街持刀伤人的。对，明目张胆。地下停车场有监控录像，视频马上就传过来。很好，等视频资料传过来，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再对涉案人员录下口供就行了。怎么？是不是挺怀念这儿的？你那桌子还在那儿，给你留着呢。是吗？张队也还在办公室呢，你不去打个招呼吗？我说吧，你不会来这儿光录一口供就走了吧？行吧，那我去看看他。
请进。张队，笔录做好了吗？来，过来坐。喝杯茶。张队，别麻烦了，不渴。我是自己人，麻烦谁嘛？新买的。哎，上个星期他们送给我的，说呀，每天看着我跑这个茶水间啊，他们嫌烦，就给我开了小灶了。最近在忙婚事吧？结婚的时候别忘了叫上大家啊。还没呢，我是想找份新工作，然后正式的向他求婚。那生活上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听一休哥说，你没有把我辞呈报上去。是我没想好。张队，我呀，是不想失去你这样一个好警察，可是呢，也不能耽误你的家庭幸福，所以就给耽误了。谢谢你。谢什么？我应该道歉啊。年龄大了，工作效率低了。不过呢，慢呢有慢的好处，比如说，你要是反悔了，还来得及哟。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一样，今天想做一件事情，明天呢就想要结果。现在想明白了，有的时候慢也很好。比方这沏茶，慢水细流，才能把茶的香啊沏出来。这段录像，作为他杀人未遂的证据，已经足够了。走吧，我们去审他。你认识受害人吗？问你话呢，快回答我！嫌疑人有情况，我已经叫了救护车。有可能是颅内出血，他有没有撞到头啊？监控视频里拍到了，他的头部被撞了一下。我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你都这样，还惦记杀谁呢？谢瑶池，你为什么非要杀他呢？是他害死了我哥。他跟你哥是什么关系？你哥韩德生，他不是自杀吗？是他，是谢瑶池，是他，是他。医生，病人休克了，赶快抢救。什么？
人没救过来。好吧，我过去一下。张队，张队，家属呢？在来的路上。不是，好好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你们谁给我解释一下？是这样的，他在行凶的时候头部受到了撞击，医生说是外伤性的颅内出血。太年轻了，临死前说自己是去复仇的。复什么仇？他的哥哥叫韩德生，1年前自杀身亡了。不过按照他的说法，他的哥哥的死另有其意。张队，我想跟汪子成一起去查一下这个韩德生的死和谢药池到底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那天我在路上碰见了汪子成，他的样子就是很想查案。是，但是人家毕竟提出了离职申请，有些事我还得找人商量一下。再说，韩德生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如果我们想重新启动调查程序的话，就把这个案子再交到你们手上。我得找李局长去请示一下。是张队，这是什么？这个是他的口袋里发现的。你看啊，这是一鸭子，上面有裂缝，他随身带着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是手工制作的，可能对于他来说意义特殊吧。从经验上来看，一般一个人想做一些极端的事儿，比如说去复仇，他随身带一些不相干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背后的含义，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查一下。这样，你去过陶艺店吗？什么陶艺店？就是那种捏这种东西的店，想捏什么就捏什么，然后他们给你烧，就像这个。不是，韩松在哪儿？韩松，你好，你是谁啊？我是韩松的嫂子。子成，你回来啦？子成作为韩松案的第一目击证人，为了尽快破案，回来呢帮助我们协查。从现在开始呢，子成加入这个案件进行调查。还协查什么呀？干脆回来呗。就是啊，子成，你突然不在，我们都不习惯了。陆小欧，你是不习惯没人听你的冷笑话了吧？你呀，下次别想让我帮你打游戏通关了。咦，最近玩什么新游戏？就这个游戏，特别难，只有我他根本过不了关。这个谁的手机啊？我的。上班时间玩游戏是吧？这个月的纪律考勤我给你拿下了啊。常委，我。哎，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把子成弄回来了。怎么弄回来的呀？顺水推舟呗。要说方法还是从你身上学的。我？对啊，说是一个案子的目击证人，然后让他成为协警，最后坐在了这。嘿，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带话呢？哪有啊？哎，你这都查上了？对呀，我查了一些资料，但仍然觉得希望渺茫。这个韩德生啊，他自杀也是有目击证人的。然后呢？看啊，这个人叫齐宇，那一天他正好开车路过韩德生自杀的桥下，目睹了自杀的过程。当天桥下的摄像头呢，也正好录到了他的车。那这个证物链推断很充足。我们呀，还是先去谢药池呢，了解一下情况吧。来，请进。来，进。哎呀，你看你们还亲自来了
我呀应该登门拜访才对。喝点什么？哎，对了，我这有好茶。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不用了，我们问几个问题就走。啊，好，有什么问题随便问。谢先生，您伤怎么样了？还好，皮外伤。哎，那天真是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真是不知道回头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当时想啊，一定要重重的谢你。到后来知道你是警察，你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谢呀？啊？这本来就是我应该的。就算我是个市民，我也不可能见死不救。说的多好啊！我欠你一个人情，只要以后你找我帮忙，能帮的我一定帮，帮不了的，你们都是警察，只要不违法，我一定帮，行吧？您太客气了。啊，对了，你们不是说有问题要问我吗？问吧。我们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伤害您的人，您认识吗？我真不认识。哎，对了，我也问你们个事儿啊。我一直认为警察该长成那样，这细皮嫩肉，功夫还这么好。伤害您的人叫韩松，他有一个哥哥叫韩德生，他哥哥您认识吗？真不认识。哎，对了，我跟你说，我真认识几个影视公司的老板，他们呀签了几个小鲜肉，但是说实话，整的都不如你。麻烦您再仔细的想一想。回想什么？哦，韩德生，说实话，警官同志，我是一个做生意的，每天这个迎来送往谈事儿的人多了去了，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哎，你们说这小子是不是脑子有毛病，精神上出问题了？要不是就是认错人了。你说我好好的走路，我招他惹他了，对吧？能把整个过程跟我们重新说一下吗？我开完会，有朋友约着喝咖啡，然后我想离公司也不远，那就走着去吧。没想到碰到这个无妄之灾，你说这以后这叫不叫人走？怎么骑车的？说实话，那天也奇怪，我真的就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那天要不是你是亲眼看着他怎么追杀我的，是奇怪不奇怪的事情。一个陌生人追杀您，您就不好奇吗？是您的意思是？那一天做完笔录，您就回家了。如果我们不来找您的话，您就不想追问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我当然想追究，我当时完了非常气愤，我想一定要一查到底。但是后来我一想，这件事情已经有你们公安机关介入了，如果真的是性质恶劣的话，那还有检察院、法院。后来我又冷静地想了想，我说是不是这么多年经商得罪谁了，树敌了，也有这个可能。所以我想这件事呢，我个人认为，我还是觉得先看看吧。树敌？您刚才不还质疑他精神不正常？不是这个警官啊，这个女警官她也是警官，这逻辑性啊。刚才咱们谈到，要不是她精神有问题，也可能是认错人了。咱这聊着聊着又聊到树敌了，是吧？咱要再聊的话，还不如聊出什么第4种、第5种呢？您的意思呢，我都清楚，但是您老这么含糊的说呢，这个不便于我们查案，您觉得呢？对，我明白，但是我不是警察呀，但是我大概也就能说出这么多。看我该说的都说了，在警局也说了，在这说的还是这些东西。哎呦，说实话，我还真是不能多留你们了，我接下来还有个会。至于这个叫韩松的，他跟你们说什么，跟我没关系啊。我就当路上碰到了一条疯狗。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死了？是的，因为他的头部受到了撞击。
原来你们是为这件事来找我的。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当时是正当防卫，那即便有什么需要我配合调查的话，我只有一个条件。您说，我的律师必须在场。一个说是杀兄仇人，一个说完全不认识，太诡异了吧？你真的相信他什么都不知道吗？我当然不相信了。你看古今问他几个问题，脸色马上就变了。我是想看他解释当中会有什么错误。他现在不会解释的，他害怕的是说都错的。那害怕什么呢？韩德生自杀是有目击证人的，可是他不能自己提起这件事儿，那就说明他之前就关注了这个案子。他又不是案件的相关人员，他怎么知道有目击证人呢？也对。虽然说都推得很干净，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你的直觉是对的，我相信我们3个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完全是对的。可是现在无法证实啊。找找吧，总会找到的。上车。以后这可怎么办呢？韩聪生前说，他哥哥不是自杀，是被人害的。这件事儿，他跟你说过吗？上个礼拜，他突然跑回来跟我说，德生是被人从天桥上推下去的。我都不知道他成天在想些什么，为什么跟我突然提这个？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不知道。我问他，他也不说，只说是自己查到的。他有和你提过谢小池这个人吗？没有。就他，他之前跟韩德生认识吗？德生的朋友我很少见，我平时身体不好，他很少往家里带朋友。这个人就是小松找出来的凶手吗？现在我们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还需要收集更多的线索才能确定。我当时要是多问他几句就好了。如果我知道他这1年都在干些什么，我一定会阻止他，让他寻找别的解决方法。我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韩松也住在这里吗？对。小松和德生，他们的父母死得早，兄弟俩感情特别好。小松跟我们一直住在一起。我们可以去他的房间看一看吗？当然可以。这是韩松的手机吗？不是，这个是德生的。电脑也是。这电脑是小松的，那台才是德生的。自从他走后，小松就天天守在这个房间里。我以为他只是想他哥，现在才明白，他是在调查他哥的死因。那你也相信韩德生是自杀吗？都有人看见是他自己跳下来的。更何况当时确实在工作上有些不顺心。工作上的不顺心？德生带着他的团队研发了8年，终于完成了一个项目。就在专利申请完之后，公司夺走了他的署名权。他在这个公司几乎待了1辈子，本指望着拿这个退休，可是没想到落下一个这样寒心的结果。我想，这对于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以您对他的了解，以他的性格，会因为这件事儿做出像自杀这么极端的事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前2天警察跟我说，就在他出事的那天晚上，他还用天桥旁的公用电话往家里拨电话。我想他应该是想和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没接到，我没接到。不要再问我这些了，对不起。
我们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竟然不知道他们天天在和着什么人接触，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都想干些什么。现在德生走了，小宋也突然走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短短的1年，这个家就变得只剩我一个人了。对不起，我帮不到你们什么，我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如果这些东西对你们有帮助，就请都拿走。我只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求求你们给我一个答案。我已经把这个手机里的备忘录导到电脑里了。8月23日，就是韩德生去世的那一天。9点半例会，12点民楼聚会，下午2点总公司视频会，晚上10点13钥匙。哎，你们说啊，一个快要自杀的人，怎么会把当天的行程安排得这么满？最后一条22点13钥匙，这什么？还设置了闹钟提醒。会不会是去哪儿要记得带钥匙？他当天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8月23日晚上11点半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一条是最接近他出事的时间的。但是他要去哪儿，带什么钥匙呢？你们看，8月2号也有一条21点13钥匙，7月25日下午4点钥匙。钥匙这个词反复出现，尤其在他生前最后的3个月里。看来，这兴许是一把能撬开整个案件的钥匙。2台电脑的文件我已经复制下来了。韩德生的电脑虽然是加了密，但是除了工作文件以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再就是韩松的电脑，上一次开机的时间是上个月，好像也很久没用了。你检索一下这2个电脑，把所有关于钥匙和13这2个关键词的东西都整理出来。啊？什么？我让你检索一遍。不带你这么坑人玩的，什么莫名其妙的关键词啊？你这还不如让我检索个逗号得了。我是认真的，谁逗你玩了？那你还不如逗我玩呢。快点！来了，我们终于联系上1年前经手韩德生案子的警察了。他现在在一家安保公司，答应下班以后跟我们见一见。柯佳明那边还有什么线索？说是韩松电脑已经1个多月没开过机了，我觉得想要从那儿找到线索，希望很渺茫。手机里也没有什么线索，浏览记录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关于13或者钥匙的内容。问题是韩德生案发时的遗物里面，偏偏连个车钥匙都没有。安保公司首席运营官，厉害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到公司来坐坐。哦，对了，你们这次叫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个自杀案？对，去年8月23日，望星过街天桥自杀案，死者叫韩德生，你还记得吧？有印象，我记得。这个案子是我离开公安岗位办的最后一个案件。我是12点左右接到了报案。赶到现场以后，人已经死了。停！赵队，死者是从桥上坠落而亡，然后身高大约1.8米，体重75公斤，死亡时间正在查。行吧。现场正好有高速摄像头，所以我们开始排查，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那后来就查到目击证人了。这个就是当年的案件档案。对，
后来就找到了目击证人齐宇。我们根据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对时间范围内所有的车辆进行排查，最后根据车牌号码找到了齐宇。齐宇驾车经过天桥的时间是最靠近韩德生死亡的时间的。齐宇也能够证明，那时候桥上只有韩德生一个人。齐宇就是石原控股齐天祥的孙子。这天晚上，他正开车兜风呢。那他既然看到了，为什么不报警呢？他的证词是这么说的：当时他开车经过天桥，突然有一个重物从天桥上坠落，他不知道那是个人。后来他看新闻报道才知道是有人坠桥。回想起那一幕，他认为是韩德生自己从桥上跳下去的。尸体是后来经过的车发现的。我再问一个啊，韩德生当日的手机行程跟以往一样排满了备忘，但是这对于一个要自杀的人来说，好像不怎么合理啊。你们对这一点当时有没有怀疑？这些我们都调查过，包括韩德生当天用公共电话给家里打电话，还有其他的行程。你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如果想自杀，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包括目击证人的口供，我们很难推断这个案件是属于他杀。哦，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韩德生的工作好像出了些问题。从尸检报告来看，死者的血液里带有大量的酒精。后来我们从家属的口供里得知，死者出门之前确实喝了不少酒，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应该属于自杀。哎呀，你没事吧？来，我看看，我看看。啊，轻点，轻点。来，去吧，去吧。这个王八蛋，这个韩……你还在这干什么？我看你需不需要帮忙啊？那案发当晚10点，他设置那个闹铃，你们调查过吗？闹钟提示？就是这个。你看，13，钥匙。这只不过是个提醒。可是我当时看了韩德生随身物品，里面一把钥匙都没有。他的家里和公司都是密码锁，而且那天他也没有开车出门。这个案件，我们当时在现场做了周密的排查，取得了所有的线索，包括死者的行动线，我们也调查取证了。所以我们一一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再加上证人的口供、家属所提供的情况，最终以自杀结案。子成，在调查过程当中，你见过这个人吗？没有。那你们在搜寻案发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天桥是个公共场所，什么烟头啊、指纹啊，包括地上的杂物，不计其数。那你再想想，看看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们当时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袖扣。袖扣，具体是什么样的？镀金的，看上去挺贵重的，中间好像有个符号，好像是 X，
因为这个东西很贵重，结案以后，我们把这个物品送到当地街道的遗失物品招领处去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最好是 X。为什么？谢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是 X。明天一早上班的时候，我先去事务招领处看看。为了找那袖扣？照理2年前拿到袖扣没有在意，那是因为当时他的视野里还没有谢瑶池，也没有见过他。而谢瑶池穿的衬衫就是系袖扣的，只不过是碍于受伤没有系上罢了。你真的是火眼金睛。他小臂受伤还要穿这样的衬衫，就说明他平时就有系袖扣的习惯。当时我听赵理说现场捡到了一名袖扣，我下意识地觉得这肯定跟谢瑶池有什么关系。我也这么觉得。你们俩看起来是越来越像一对搭档。本来我们3个才是搭档呢，只不过呀，是你有了新欢，就忘了我们这对旧爱。什么跟什么？别说了，贼尴尬。不尴尬，我还不说呢。这样吧，我明天去事务招领所，你们不是打算去韩德胜公司了解一下情况吗？事不宜迟，我们兵分2路，直接中午去丽景。怎么了？没怎么，觉得你又回来了，挺好。是你让他在这等你的？要不要我们下去打个招呼？啊，不用了，先走了。嗯。等多久了？冷不冷啊你？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我就知道你还是回去了。嗨，这不是因为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吗？又比较复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所以，你还是想当警察，对吗？你知道的，工作找的不是很顺利。你不需要找借口，你应该也知道，我并不想逼你做什么事儿。你这是在做什么？难不成是要跟我告别吗？也许要让你失望。别说这种话，听我说，从小到大我知道，无论脑力还是努力都不差，所以学校出来以后，理所当然当上了刑警。说实话，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出事这段时间，我反思了很多，我也想过头。我在想，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再做什么。一次一次的面试，我发现面试官问的问题也是我自己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所以，你就想放弃了？恰恰相反，我想清楚了一些事情。我换条跑道，只为给你一个安稳、有安全感的环境，然后跟你结婚，承诺你一辈子。但是我连对自己未来都没有信心，我怎么去照顾你，去保护你？其实，我并不是想反对你做警察，我只是担心，害怕你再遇到危险。我知道，但是亲爱的，每个职业都有不同的危险。
警察也不是说每天都是枪林弹雨的。你放心，有你的牵挂，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出事儿。更重要的是，我不要做你随随便便放弃一辈子庸庸碌碌的男人。那样怎么给你安全感和信任？或许你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决定回去努力的、认真的再试一次，请相信我。谢谢。我们这里呢有一些大体的分类，什么雨伞、箱子、皮包、玩具啊，小零碎都在这几个货架，你自己找吧。哎，这没有什么电子分类或者说收纳电子标签什么的吗？有是有，但是东西太杂了，每天送来什么的都有，你看那个也没什么用。时间分类也没有。我们在接收的时候啊，都是做过联网登记的，什么接收时间、检视地点、检视人，信息全有。不过啊，那都是等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之后啊，拿着电子标签来找我们扫码之后才能确定的事儿。你真要是要找什么东西啊，最好最主要的方法我都已经说了，就这几个货架，你去找吧。谢谢啊。啊，走的时候喊我啊。好。喂，梅子长，我们现在到韩德生的公司了，你那边怎么样了？我这边刚刚开始呢，这边东西很零碎，而且他这边的仓库不止一个，得花点时间啊。呀，愤怒的小鸟。那行吧，你先找着，我们这边也快进去了，等我们完事儿之后就马上过去支援你啊。嗯，你赶紧过来帮帮我吧，啊，拜拜。联系上了。嗯，韩德生死后呢，他的研究小组由一个叫周一的人负责，和他是同事。子成那边怎么样了？在食物堆里大海捞针呢，我们这边赶快结束，然后过去支援。不认识，完全没见过这个人。韩德生以前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吗？对。那这个办公室里以前有没有什么抽屉或者柜子是带锁的？上锁的？就是说用钥匙打开的那种锁。我们做图纸、做设计都是用电脑，你看，除了这些模型，还有更大的模型，根本没办法锁抽屉。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找到了2个关键词，一个是13，一个是钥匙。您对这2个词能联想到什么？13，钥匙，那就是车钥匙。可是那天他没开车呀，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起吃中午饭的时候，他说没开车，还坐我的车回去的。那他平时上下班是开车的吗？一半一半吧。他好像不是很喜欢开车，他觉得累赘。他总是说这个无人驾驶现在都开发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完善什么的？他这个人呢，总是把懒惰推进科技进步挂在嘴边上。懒惰？据我所知，韩德生那个时候应该在完成一个什么专利的研发。对，就是这些贝塔，这都是我们做的模型。现在呢，这些成果已经量化式生产了。自从德生走了以后呢，这个项目就由我来负责延伸。但是作为一个重点项目的团队领导，在这个项目申请专利的时候，韩德生却被剥夺了署名权，这点你怎么看？这个也不好这么说吧。看来您也不认可这个说法。
一休他们都出外勤了。张队，你说这13跟钥匙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啊？13呢？这个13点在江浙一带呢，是啥的意思？啥？钥匙？这完全不对啊！再这么检索下去，我都要变成傻子了。哎，张队，大伙不是给你买过个水壶吗？你怎么还到茶水间来倒水啊？哦，我不出来倒水，我能看见你吗？能看见你现在这个啥样子吗？我当时听说他自杀的消息特别突然，白天我们还在一起呢，一切都正常，怎么晚上就从桥上跳下来呢？我真想不通。后来仔细想想，兴许他一时懊悔，想不开了。懊悔？事实上呢，剥夺了他的署名权是真的。当时这个消息的内情啊，我还真听说了一些传闻，说韩德生啊，这个项目研究成功以后，私下呢接洽了一些投资啊，想私吞这个研究成果，自立门户。也不知道怎么这件事就让公司的上层知道了，于是就让人在申请专利的过程当中进行了干预，取消了他的名字。这个传闻可信度高吗？是谁说的？对接的投资公司是谁？这我还真不知道。要想打听真相的源头，确实挺困难的。你们想啊，出了这种事儿，公司脸上也没光彩呀。而且现在德生走了，这个项目呢也顺利的投产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没人愿意节外生枝。那韩德生知道专利被除名的原委吗？怎么可能有人告诉他呢？如果他要真的做了这种事儿，那他肯定要想到这里的奥妙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肯定能预判到下一步公司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将他清出去。要不刚才我怎么说，虽然他的死特别突然，也许就是一时想不开懊悔了呢。我还想问一下，韩德生平时在公司里有没有那种私下里交心的朋友？我一进公司就直接就进BD印项目组了。当时啊，哎呦，员工都是天天的加班，你想想进度的压力，同行的竞争，那都顶在头上了，哪还有时间的私下交心？赶紧找个睡觉的地方补补觉是真的。不过说到这儿，你想到什么了？我不知道这跟他死因有没有关系啊。任何你想到的关于他的事情，我们都想知道。我只是突然间想起来，他偶尔会不换衣服上班的。不换衣服上班？你的意思是说他不回家？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想啊，那时候我们日日加班，就是即便再忙，也能抽出几个小时来回家洗洗澡、换换衣服。可唯独德生一到周末放假，他人虽然不在公司啊，但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也不换衣服，好像跟没睡醒似的，没精打采的。我就琢磨，这小子背着他老婆肯定外头有情人了。不说了，死者为大，我也不应该在这嚼这舌头根子，是不是？可是我们之前也见过他的妻子，对这件事只字未提。这件事真的话，他妻子也应该是最后一个知情者。今天也就是你们问起德生来，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荣思投资，你听过吗？听说过，特别有名，是专投一些新能源科技公司的。我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只是想知道对接的名单里是不是出现了荣思投资，剩下的取证，我们会用我们的途径来解决。这样，我尽量，但是我不能跟你们保证什么。谢谢。我们先去跟子成会合吧。
这分工也太粗了，这完全里里外外不能收拾了一遍。哎，不行了，我腰都快断了。啊！静姐，你休息一会儿，喝个水。你先喝吧，我去那边看一眼。你能不能小心点啊？你可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女将。哎，是不是这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先生你好，有问吗？需要点点什么？我哪能跟你们比呀？我这刚毕业就待业了。你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给我介绍一下呢？最好是可以不要那么辛苦，然后来钱快一点，最好还能离家近。打住！你自己觉得可能吗？你别太沉迷于网络呀、二次元啊这些，找份实在的工作最要紧。你像我们珊珊，她工作就很努力，一个月要飞8、9次国际航线，跟空中飞人似的，连轴转。不过她说了，年轻人就是该努力工作。行了行了，擦擦你的哈喇子，把都流一桌子了。难道我就该孤独终老吗？找个人吃饭，手机都会没电。太好了，照理说就这个。这1天1工啊，算是没白干。哎，接下来只要证明这是谢小池的，叫佳明搜一下他以往的照片，看看有什么证据。我就是这么想的。佳明估计还在13上面死磕着吧。要不再想想其他办法，你说呢？睡着了，这么马上就到家了吗？让他先睡会儿吧，我先送你回去。去找工作就不好玩了，你不会变成像我妈那样的工作狂吧？佑口，我们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啊？不要了吧，都这么晚，你东西还没买齐呢。我们走吧。看见没有？别动！你干嘛躲着我呀？我没躲着你啊。那我给你发微信打电话你怎么不回呢？我忙着呢。忙着没看手机对不对？别骗我了，你那手机跟电脑是连着的，发信息都有推送的，你又不知道啊？我在别的屋忙着呢。那我让你查东西查的怎么样？满世界找一袖扣的照片，哪里是分分钟说找到就能找到的？袖扣照片？你不是说你没看到信息吗？你别骗我！哎，拜托你上次让我找的什么13啊、钥匙啊，我还没找到呢。时间紧，任务重，我也着急上火，不敢耽误，求大人放小人一条生路。看到没有？不是事儿没办，你这会跑了。那也不能回回都逼柯佳明吧？我没逼他，我在跟他进行亲切的对话，非常友好。我看到的是你把人给吓跑了。那我还能怎么办？我现在除了查查谢小池袖扣的照片，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你想让他找袖扣啊？对啊，我觉得袖扣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如果直接问谢耀池呢，他肯定会否认，但是可以问他太太呀。他太太？我看了档案，他的太太是家庭主妇，所以对她丈夫的袖扣啊什么的应该很清楚吧？值得一试。妈妈，明天的家长接待日，爸爸会去吗？爸爸呀，他可能忙吧，明天妈妈去吧，好吗？好啦，别不开心了，妈妈带你去玩，走。你好。你好，请问您是谢耀池的太太吗？我是。你们是？你好，我们是警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您。宝宝，你先去自己玩一会儿，妈妈有点事儿。来一起玩吗？麻烦你们快一点，我等一下还要回去给孩子做饭呢。只是几个简单的问题，不会耽误您太久时间。请问这个袖扣您见过吗？没有。您仔细的回忆一下，真的没有见过吗？没有，这不是我老公的。我只是问您有没有见过，并没有说这是您丈夫的。您要不要仔细的再回忆一下？真的没有见过吗？等一下再说。哎，你这孩子真犯险，怎么又打架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干嘛？报警啊！谁欺负你了？啊，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欺负你？好了，只不过是两小人闹着玩呢，没必要吵架。我不问清楚，我怎么知道是故意还是有意的啊？小男子汉，没事吧？我不管那么多啊！我儿子受伤了，打电话报警，验伤。没有这必要了。如果说你执意要验伤的也行，那跟我回趟局里做个笔录。但是如果说没有验出伤的话，我们将以讹诈处理。我就是问问啊，谁欺诈了？别吓唬人啊！你呀，以后少在外边给我惹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谢谢您的配合。这给孩子做的什么榜？哎，这要走了吗？谢太太刚才说的是犯嫌，是方言吗？犯嫌，犯罪的犯，嫌弃的嫌，是南京话讨厌的意思吧？这个说法倒很新鲜。我也好久没听南京话。钥匙，钥匙，钥匙就钥匙，不，钥匙就钥匙。南京话里面，钥匙和钥匙的发音是一样的。韩德生是南京人。韩德生的资料里，大学确实是在南京上的。这就对了，他肯定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谐音，所以给钥匙起了个外号。厉害啊，子成！嗨，我小时候邻居啊是南京人，所以学了不少南京话。我想现在还能用上。哎，可是谢耀池的资料里可是和南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吧，我查查他太太的资料，他们俩肯定有什么关系。谢太太名叫刘思南，她和韩德生不仅是大学同班同学，而且两人都是学校登山队的。由刘思南介绍谢耀池和韩德生认识，再合理不过。如果按子成说的，钥匙就是谢耀池的话，按照记录3要素：时间、地点、人物，那么13很有可能就是个地点。地点？13号路牌吗？不会又是什么谐音什么的吧？我要放弃了。怎么了？什么也没查到？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我没有找到吗？是这台电脑里根本就没有13和钥匙的东西。
我真的要被折磨疯了。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钥匙呢可能是个人名。啊，知道了。那13呢？13现在还不知道，按照他的备忘习惯，13很有可能是一个约见地点。为什么？这是韩德生手机里的一张照片，好像是误按拍下来的，不是很清楚。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霓虹灯上写的是 B， 但听你们一说，也很有可能是13啊。这霓虹灯真的是13啊？这在哪儿？他手机相机的 GPS 功能关闭了，我也查不着。这会不会是个餐厅呢？但是他闹钟提醒是晚上10点，这吃饭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怎么了？韩德生家的厨房里放着红酒，可是酒柜没有插电，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人用过了。那就说明是韩德生喜欢红酒，而他的太太和韩松并不感兴趣。根据你刚才说的，还有图片上的信息，再加上韩德生的爱好，这里也许是一个酒吧，而且还是专门喝红酒的那种。我找找看。我记得了，他之前同事说他经常不换衣服就去上班，有可能就是喝酒喝通宵了。有了，这有一个叫做摄氏13度的会员制红酒俱乐部。什么？韩先生去世了？你记得他吗？当然，从我们一开门营业，他就是我们的第一批会员，老熟客了。这太突然了。细想想，他确实好久没有来了。不过，怎么就去世了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叫13摄氏度啊？哦，因为红葡萄酒的最佳储存温度是13摄氏度，我们就以它取名字了。好多熟客都简单的称我们这里是13。去年的8月23号，韩德生有来过店里吗？这个，您稍等，我查一下会籍记录，就知道他最后一次来店里消费是什么时候了。2017年的8月23日，是几点？23点03分，点了一只侯伯王。结账离店的时间跟案发时间很近啊。案发时间？难道韩先生是被人谋杀的？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调查。您刚才说他点了一整支酒，那和他有同行的别人吗？有这个人吗？这不是钥匙吗？你认识这个人？当然，他是韩先生的朋友，被他带着来过几次。韩先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钥匙。那去年8月23号他们是一起来的吗？这个我得仔细想想。这个是2012年的侯伯王。史蒂文·坦泽当年的评分有18.5，詹姆斯·萨克里打分到了96分。这支酒是我们老板最近接手的一个仓库找到的宝贝，箱子里总共有5支，你今天可是来巧了。我的鼻子是很灵的，隔着一条街我就知道你们见了好东西。一个杯子，2个，今天要选的。好。今天你们有事情要聊吧？我可以换一个稍微适合谈话的地点。贴心，这就是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原因。
谢谢夸奖，稍等。钥匙那天似乎并没有人。唉，真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那张椅子上。韩先生那天等了很久，钥匙先生打电话来说要临时改地方。当时韩先生也有点醉意了，并且很大声地说他没有口福来着。打电话？哦，那通电话是打到店里的。我记得当时韩先生的手机没电了。你好，13度9吧？我找韩先生。好的，您稍等。韩先生，您电话。啊，来了。喂，钥匙，你怎么没来啊？啊，我手机没电了。跑步？你搞什么鬼啊？你今天没口福了啊？换地方接着喝。行。OK。我全想起来了，正是因为韩先生的手机没电，所以钥匙一直联系不上他。辗转之下才找到店里的电话拨过来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如果谢耀池跟韩德生那么熟，为什么手机里各种社交软件一点记录都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被刻意的删掉了。谢小池想要对韩德生的手机动手脚的话，肯定得充电，那肯定是在韩德生死后了，所以韩德生自杀身亡的这个假象就不攻自破了。如果他要是删除信息，那我们就一定能在手机里找到这个系统数据修改的痕迹。我们到时候对比这个时间，就能证明这一点。我之前也是很好奇，为什么一个自杀身亡的人手机能好好的保存下来？不过现在也就说通了。不，有一点说不通，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把手机留在现场，他可以把手机毁了，或者是在删掉自己有关的信息之后，把手机从桥上扔下来，伪装成手机掉落的样子，这样岂不是更自然？我认为他应该是这样打算的，只是有什么事情阻拦了他。什么东西？这个人叫齐宇，那一天他正好开车路过韩德生自杀的桥下，目睹了自杀的过程。那个目击证人，齐宇，一定是他想要在干什么的时候，齐宇正好开车路过呢，他就躲起来了。可是齐宇的证词是他只看到了韩德生越桥，这点上是有矛盾的。确实，为什么手机好端端的留在桥上，有点古怪。不过这些都已经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和证据已经足够着手缉捕谢小池了。想什么呢？你说谢小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不知道，走吧。在外接洽韩德生想带走专利的公司，就是荣思投资。荣思投资，太棒了！这消息很重要吗？很重要，真的非常感谢你。难道是荣思投资的人杀的韩德生？不过为什么呢？他们当时知道韩德生已经失去了专利的归属权，为什么要杀他？没有意义啊！资本运营啊，无非就是吹一个梦，拉着别人一起来做梦。荣思投资肯定是在去年遇见了瓶颈，
韩德生失去了专利归属权，对他们来说构成了威胁。融资投资真的有瓶颈？这有什么奇怪的？就算是如今的 VY， 那账面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钱啊。要不然为什么各种做新闻，唐风四处找机会抛头露面呢？或许吧。我提供的消息对于你们破案有价值，那更好，也算是我为德生做一点事儿。毕竟没有韩德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贝德印。当然有价值了，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我再重申一遍，我帮你们的前提的立场，你们都知道了。毕竟呢，我是赵源精工的一员，希望你们能考虑的我们公司的形象还有影响。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对外透露任何案件细节的。谢谢你帮助我们往破案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太棒了，案子终于有突破了。怎么样？还是回来当警察好吧？之前啊一直忙着查案，没能跟你们说。我决定了，正式归队。早上我已经跟张队说过了。等。哟，辞职信都要回来了。今天晚上吃饭喝酒，无醉不归。不行，我们晚上还要查融资投资的资料呢。没有结案，不能归队。哎，好烦啊！你这搞得我都不想当警察了。那行吧，这给你用，我用不着了啊。我去查案了，拜拜。开什么玩笑？你刚回来，我能走吗？抽丝剥茧，不能放过一点疑问。即便是完结了的案子，只要能查出疑点和证据，都要一查到底。你们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值得表扬，你们做得不错啊。还有啊，该案所属管辖区的领导会支持我，所以我同意韩德生的案子重启，要一查到底。谭秀，你和你的小组不要让我失望了啊！报告局长，使命必达。欢迎光临。请出示你的邀请函。警察。开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通过刚才这个影片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年当中，融思积极地参与了17个高新项目的合作，成功地完成了6家公司的投资并购。这样的成绩，我可以毫不自谦地说，我非常骄傲。但是可能有的人会想，就这个成绩，你就非常骄傲吗？不，我作为一个融思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每一步计划的艰辛万苦和每一个战绩的得之不易。那就是什么支撑着融思人可以这样逆风前进呢？那就是融思人的精神和融思人的坚持与信念。大家都知道融思现在是做什么的，但是恐怕都不知道我们融思最终要做到什么。我在这里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我们融思就是要做人才的后盾，产业的摇篮。我们融思就是要做到高新科技与资本运作合作的那个最强音。我今天很激动在这里不停地在夸我们自己的公司，但是我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在座的各位嘉宾在过去的这1年当中对我们融思的鼎力相助，我们融思没有今天。所以我非常希望在未来的这1年当中，各位只要愿意和我们融思人一起怀揣着坚持、梦想与坚定的信念勇往直前。哎呀，到我们玩意儿不行，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哎，这才对。
真的喝多了。请各位举杯，为我们荣司的下一个里程碑，干杯！啊，张总，荣幸真是啊！钥匙。没有朋友，一会儿聊，一会儿聊啊。哎，下次去吧。好，好。三位大驾光临，我蓬荜生辉啊！来。谢谢，不用。哎呀，看来我是误解了三位的来意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请三位先到贵宾室休息一下。你看，我这还有很多宾客要招待。我们可以在这等。我的晚宴，我会走。谢谢。带几位去贵宾室。好的，谢先生。三位请跟我走。一会儿见。哟，哈哈哈哈。都快1个小时过去了，耍我们呢？再等等。哎，你说我们都来了，在上面等他，他还能在楼下这么淡定的会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该不会这不是直播吧？这是他放的录像吧？他根本没有办法预判到我们今天会来，所以不可能提前准备录像。这不是开个玩笑吗？就这么一说。你说他明明知道我们在看他，也知道摄像头在哪儿，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摄像头一眼，就说明他根本不是在表演冷静，而是真的胸有成竹。反正我们有他之前戴着袖扣的照片，还有荣司投资为比特印融资的记录，我就不信他还能这么自信地撇清与韩德生的关系。出来了，不行。我要去看一下，万一让他光明正大的跑了呢？哟，谢总，谢总，坐吧。不客气，我自己的地方。不过现在你们警察也是越来越懂礼貌了，还亲自派人在门口接我，谢谢。必须的。这伤，老板，您戴着这个袖扣，很别致啊。你是说这个吗？嗯，一点小爱好。我们发现，去年您在融资投资的年会上戴的那枚袖扣，也很别致。的确，这对我非常喜欢，不过可惜丢了一个。丢了？那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像，真是很像。可以打开吗？不可以。那我就不太分辨得清。那您的那枚是什么时候丢的？在哪儿丢的？丢都丢了，我怎么会记得在哪儿丢的？那什么时候丢的？您记得吗？应该是在去年的融资之夜之后吧。去年的融资之夜应该是在8月22号，也就是说，您的那枚袖扣是在8月22号之后丢的，对吧？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不过，警官同志，我也有个小问题，可以问吗？问。我说你们警察现在都已经闲得为老百姓在街边失物招领了吗？嗯？哟，您怎么知道这枚袖扣是在街边捡的呢？但是，我只说这枚袖扣像我的那枚，
我没说就是。您不是说不记得您的袖扣是在哪儿丢的吗？我是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警官同志，我们这样打嘴仗有意思吗？你们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来了，啊！现在就这枚袖扣对我进行盘查，我很配合。不过，你们是否也要尊重一下我？起码在来之前打个电话，我把我的律师叫上，我想他会好好的配合你们工作。你别生气，我没生气。您当然可以叫您的律师了，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想问您一个小问题。这个人是您妻子的大学同学，在案发前呢，您和他在红酒俱乐部见过面。他就是您去年在荣思之夜上宣布的贝特印的负责人。可是为什么之前我们问您，您说您不太记得他呢？现在您可以叫您的律师了，或者您跟我们去局里一趟。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因为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什么证据？在去年的8月23号晚上，我是一起凶杀案的证人。在案件被报道的第3天，我亲自去公安局作为目击证人，指认了嫌疑人。你们警察局有备案，你们不看吗？2017年8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遇害人董晓从朋友的生日宴上离开，随后下落不明。尸体在次日被发现在西郊的一个工厂。重大嫌疑人周恒在案发次日凌晨在家里畏罪自杀，因脑部缺氧至今昏迷了。那谢小池那个从哪里取证呢？你们相信谢小池是目击证人吗？反正说什么我都不信，就凭我的灵感，我觉得谢小池这人就有问题，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你在想什么，一休？我在想，我们在救护车上看着那个鸭子，到底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鸭子身上的指纹大多数是韩松的。你不是也说了吗？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他没有必要带着这个东西去复仇。我觉得韩松拿这个鸭子是向谢小池问罪的，搞不好韩松已经攻克了谢小池所谓的目击证人一说。可是如果谢小池杀害韩德生是事实，董晓遇害也是事实，但是这两个案发地相差16公里，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在这么远的距离里同时作案呢？这个谢小池会不会认识周恒？如果他能了解周恒的行踪，他就能提前的制造不在场证明。如果这个鸭子是周恒或者董晓的，就合理了。我觉得你这思路也对。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董晓的案件吧。董晓是一个人，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夜店了。起初大家以为他只是去接电话，或者说去卫生间，但是等了很晚，人都没回来，打电话也关机。此时他的朋友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尸体是24日早晨9点被发现的，立即就报了警。喂，有没有人收到啊？收到没有啊？这里死人了！董潇的死亡时间推测在8月23日11点到12点之间，死亡原因呢是头部重击。你看，伤口与机床带血迹部分吻合，在尸检过程中，胃内和血液中发现酒精和麻醉镇定剂，并且有搏斗的痕迹，因此当时的警察也排除了和董晓在夜店里的那些人。那天晚上是一个叫吴天笑的人过生日，这是跟他同行的9个人。他和在场的9个人和董晓都是多年的好友，但是在他们的尿检报告当中均为阴性，唯独董晓体内检测出了镇定剂。根据他们的证词也证实了，他们玩到了凌晨5点多，吃完早饭才离开。你看啊，这些人登记的居住地址都够高的，庆阳公寓、东隅别墅。你要知道，董晓
他是董万的独孙女，当时也是因为他的身份爆出了很多报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们不知道吗？我对这种八卦新闻不太感兴趣。那这件事情怎么会联系到周恒呢？周恒是她的男朋友，那天晚上还去了呢。据当晚在场的朋友说，那天董晓和周恒似乎闹了些矛盾，具体因为什么事情董晓不肯说。大约10点的时候，周恒就不请自来了。董晓，走，跟我走。走，哎，干嘛呀，兄弟？这跟你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今天这场子是我包下来的，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和我有关系。我们出去。我不走。跟我走。我看该走的人是你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我多多少少都听说了。你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知道吗？我现在好话好说，你赶紧滚！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们都心知肚明。别在这惹我不高兴。我打什么主意了？我没心情跟你废话，要么现在滚，要么挨了打再走。董晓，周恒是带着刀来见董晓，这是所有人都见到，这也成为了他最终怀有杀意的重要证据。起来，给我走，走，走啊！然后他们就在包房里殴打了周恒。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在做笔录的时候有点偏袒，那很正常。但是，警方后来去找周恒的时候，脸上确实带了无情。但是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于周恒成为重要嫌疑人，完全是谢耀池的指证。他指证在夜店门口看到董晓和周恒发生纠纷，入口发生纠纷，差不多在这儿。只有谢耀池一个人指认这个吗？周围没有摄像头吗？可是夜店应该有摄像头吧？夜店的摄像头啊，形同虚设，这是行业里潜规则。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啊，让未成年人不得入内。可是哪个商家会在门口挨个排查身份证啊？又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发生纠纷都是常事儿。有的商家呢，就为了嫌麻烦，干脆连摄像头都不装了。对呀，如果说真有视频资料的话，当时的警方就没有必要对外发布目击证人的侦讯了。也就是因为这个，谢耀池才能当上目击证人，提供证词。哎，谢耀池的证词没有其他旁证吗？没有啊，这个案子到最后，周恒只是个重大嫌疑人，刚想去排查他，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这个案子线索太少，所以一直放到现在。可是警察找到周恒准备问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家里自杀了。他甚至不知道警方怀疑他，所以肯定不是畏罪自杀。有可能是抵不过自己杀人的愧疚感。这毕竟是他女朋友。哎，这样吧，明天我们去见见这个周恒。见周恒？他现在已经是个昏迷的植物人了，我们怎么能跟植物人说？那也许我有唤醒植物人的超能力呢。先生，您的朋友来了，请坐。多大的事儿，非得这么半夜谈？来，喝点。哎，给我来瓶苏打水。等等，不给面子。好，去吧。看来今天晚上要说的事儿不小啊。兄弟，你有一个弟弟叫唐一修，对吧？嗯，跟他有关系。他在找我的麻烦。我今天的荣司之夜，他带了几个人直接就闯进来，得说呢。他的事儿，我不太方便开口吧。我没想让你开口去说什么。你看，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了解的，你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吗？你看，
你们新项目的融资，我现在一堆麻烦，你说我怎么帮你？谢总，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那我得知道谢总这个麻烦到底有多大呀？死了个人，杀人案。其实，在我看来呀，有些事情啊，知道的越少，反而越好。你说呢？